男嘉宾赵先生，25岁，来自江苏，主持人，有请赵先生，有请。女嘉宾丁女士，28岁，来自重庆，待业，来，有请丁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哈。结婚多久啊？我们结婚已经1年半了。结婚的时候，他们家人是不同意的。当时我是在谈恋爱的时候没有跟我妈说，就是我有一个女朋友啊。后来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有怀孕，一致决定还是准备生啊。但是在这之前，就像我刚刚说过的一样，我并没有跟我妈提起过我有一个女朋友啊。所以我妈就非常震惊的看到我突然拉着一个陌生的女人拉到她面前，然后跟我妈说：“妈，我要跟她结婚。”所以我妈其实是非常的不同意。那个时候我是大学刚毕业，她有打算说让我出去上学，她会觉得说一切都在她的计划当中。但是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要牵绊住我的学业跟事业的时候，她会非常不开心。但是因为我当时的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太太，她就说，还是非常希望想要这个孩子的。于是呢，我妈就是很不情不愿的。勉强的答应让我们结婚啊，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他要出去留学的，所以他导致他妈妈对我一直有意见。然后包括到现在，我们已经生宝宝了，宝宝3个月。但是在这个时间段时候，他父母是不闻不问的，然后从来都不管，对宝宝关心也是特别少。宝宝是我妈妈、我爸爸妈妈在帮我养着的，还有我们一起。然后他们家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既没有付出就是照顾我们的那种义务，然后经济上也没有给我们任何支持。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住在我们自己住的一个小公寓里边，就是我之前买的婚前。说说你们家人怎么想的？后来我们俩就是强行要结婚，我妈也是没有办法。于是，在婚礼的时候，我妈就她一个人去了，然后我父亲因为有些原因没有去。然后我太太就特别生气，导致了我们后来一直有很多的矛盾，包括现在我是一个主持人，然后我现在在创业初期有很多的困难，就是我太太可能会觉得现在的话，我们家没有给到她很多的物质上的帮助，也没有给到她很多心灵上的关怀，包括我现在一直要在外面去打拼，所以她会觉得说我没有管这个家，而且没有给到她很多的温暖。你就给呗。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给，因为我必须现在创业初期只有这么点时间，我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我的工作上面。他现在就是因为他所谓的他每天很忙，然后他经常晚上都不回来的，然后就是我现在说什么话他都不听，以前嘛总是我说什么他还听的，然后现在就觉得，既然我在家带宝宝，就觉得我应该全心带宝宝就可以了，其他事情不应该我管的。为什么晚上不回家呀？因为我经常主持的话是在外地，然后比如像一些晚宴，我主持完了之后，客户会觉得，哎，这个小伙子还不错之类的，就会说留下来一起喝酒。那我喝完酒之后就不能说酒驾或者是夜太深了，我就没办法，只能就待在客户那边，就是他们给我开的酒店，我只能住在那边。然后因为经常会有这种事情，而且我是希望说通过这样一个主持，接下来可以积累到更多的人脉，这样子可以有更多的钱去赚。等于是活动主持，是吧？对，是活动主持。我觉得那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比如说以前没结婚之前你也是在工作的呀，为什么现在有了宝宝之后你反倒觉得会更忙了呢？但是没有结婚之前我没有宝宝呀，我现在要所承担的是一个家庭的责任呀。你没有工作，宝宝我要养，我没有办法。他现在就觉得是我们带宝宝就应该全部是我来弄，或者是我妈妈来弄。他们家人包括他，从来没给宝宝换过1次尿不湿，然后也没给宝宝喂过1次奶粉。我是觉得就是我可能心思都在工作上面，我觉得他们比较时间带的长了之后，他们比较会换尿不湿，或者是比较会喂奶粉，所以我弄不好的话对宝宝也不好，所以我干脆就直接放手让他们去弄。行，再问啊，你们俩谈了多久的恋爱结的婚啊？谈了1年不到。在恋爱期间谁主动一些呢？
在女方家里办的婚礼。这种都算是在初步的创业期，然后基本上是没有收入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我以前也是在苏州的，然后在苏州是我和我爸爸妈妈在那边开饭店，然后我们现在用的积蓄什么之类的，包括宝宝家里的生活费用，都是算我这边拿出来的。那你这忙成这样，没给家里挣钱呀，兄弟？我挣是挣，但是不是特别多。还有就是，我觉得他现在和婚前的变化太大了，我就觉得，既然他父母也是这样子，然后他也是这样子，我就觉得过不下去了。男生什么态度啊？我还是想好好过的。咋过呀？首先从经济基础开始吧。对，我有几个问题很好奇啊。就是家里到底是因为经济条件很一般，提供不了女生想要的这些条件，还是说就是妈妈在给你置气啊？妈妈在给我置气。其实家庭条件的话不算特别好，也不算特别差。就像我们比如说结婚的话，按照中国人正常的一个观念，会是需要车、需要房、需要彩礼。其实这个当时如果我妈妈她不是很生气的话，比如说我正儿八经的去谈个恋爱，或者是我没有去隐瞒那个，没有告诉我妈妈。但是为什么叫正儿八经呢？你是一直瞒着你爸妈，然后也一直瞒着我，才会导致现在的事情发生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这个事情了，你没有从中间调节。行，我接着再问问，你父母为什么不喜欢他呢？总得有个理由吧，就是不告诉算是其中之一的理由。可是木已成舟啊，中国的父母相对比较宽容啊，我这听起来是不太喜欢啊。对，我爸爸其实还挺喜欢的。妈妈对他有什么重大的意见呢？可能在就是我父母那代观念当中，他们会觉得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可能不适合过家。你妈妈就到现在为止还认为她不适合居家过日子吗？现在她的想法我不知道，但是那为什么不去聊呢？我觉得挺头疼的，就是说头疼什么呢？因为我太太这边，会因为我妈妈的关系对我很生气，然后我妈妈一提这个，你去跟你妈说呀。因为我妈妈她自己也是属于自己做点事情，然后她也很强势。对这件事儿就不追究你了。那你为什么不能对她好点呢？我还是觉得物质基础蛮重要的，就是说我希望说先有个物质基础，后面再会说对她好一些。哎呀，这基本就要构成一个死结了。因为这是一个认知上的问题，大概在你的认识里面，其实关不关心他们不重要，对吧？只要有钱就行。他觉得现在结婚了，我在那儿就可以了。也重要。那你没关系啊。但我觉得，因为他比较实际，所以我是想着说，因为我现在没有车、没有房，也没有太多的存款，所以我还是希望说通过首先。那好，我问你，如果你们俩离婚了，你觉得你们这段婚姻是败给了没车、没房、没钱？还是败给了你不关注他？我觉得是败给了没车没房没钱。女生，你觉得你们婚姻败给了什么？我觉得我们是败给了就是婚后他对我们的不关心，他不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啊，但是什么样的想法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十字路口，这两位怎么走啊？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他们一些观点吧，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来，张大老师。二位好啊，我听你们的事儿我也挺头疼的。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妈妈、你的家人不认同她、不认可她吗？是因为从你的心底，你压根儿就不认可你的太太。
在你的心里，你觉得是你非要死乞白赖嫁给我，是你非要给我生孩子。我能给你的已经全部给你了，你要我娶你好，我娶了。你要我出去赚钱，你说我没能力，我现在出去赚给你看啊。那我赚钱，我就是没有时间去关心你，没有时间去关心孩子啊。如果你不认同他的话，你的家人永远无法接受他，你们的婚姻生活也就到此为止，画上句号了。你自己好好想一想，谢谢。好，谢谢珊娜老师，来曲总。来，白老师。其实，在你们的这段婚姻当中，我觉得这个女孩是成为了你向你妈妈发起攻击和挑战的一件武器而已，她被你利用了。因为在我做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很多家庭关系，尤其是这种缺乏尊重的、没有话语权的、没有尊严的、没有自己的自主权的这样的孩子成年的时候，他内心当中虽然得到了很多来自于家庭的物质上的这种资源的支持，但是他的内心其实是因为没有被真正的尊重到和被去读懂和去关爱到，是被控制和被要求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他的内心是有很多的愤怒的。你看，你对于你的妈妈，你刚才说你是突然把她带到他们面前，直接宣布结婚。首先，你也没有去把你妈妈去当回事儿，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孩子突然间告诉我我班儿辞职了，突然间告诉我我这个辍学了，突然间告诉我我要结婚了，或者突然间告诉我以后这辈子不结婚了，这个对于一个母亲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或者叫做攻击。那为什么？其实我更感觉到的是，你对于很多，就是我妈妈为什么不接受她，我没问过；我妈妈为什么一个人来参加婚礼，家里亲戚不来，她为什么不邀请，我没问过；我妈妈为什么来看我的儿子来看的这么少，我没问过。其实也不是你不敢问，而是你内心当中已经根本就不在意，因为你知道你所有这1年多所做的这个行为，对于你妈妈来说，那是对于她以往在你身上所施加的这种控制的一个绝地反击，而你胜，她只是一个受牵连的人。我们是一个爱情保卫战，如果掺杂了这么多这么复杂的和这么多怨气的东西在里面的话，那它恐怕也真的就不是爱情了。未来该怎么样，只有你们自己知道。谢谢。谢谢白老师。来，胡老师。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点，40桌婚礼，母亲是去了的，一个人去了。母亲如果不认可，完全可以一个人都不去。我根本就不认可这个儿媳妇，我根本就不用去，但是母亲还是去了。即便那么难为情的一个人，非常尴尬的去到了只有你们家人才在场的这么一个场合，说明母亲是让步了的。所以我不说里面的真真假假，至少我认为有一点，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都是无辜的。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没有做好信息对称和交流的工作，而且他还捣了乱，甚至抹了黑。其实在你的母亲面前和你的父亲面前，你就没为他说过什么好话，甚至你自己内心深处也认为她是一个不适合做妻子的好物质的一个女人，你自己都认为她带不进门。
所以你的父母才会对他一无所知，甚至事先就有了一种坏的印象。我们很难相信，结婚了，孩子几个月了，你居然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饭，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这得跟你是有多深仇大恨啊！这得是多认为这个女人骗了我的儿子，骗了他的前途，骗得他生了一个孩子。而你其实也没有做好跟他母亲积极的交流工作，你完全依赖在了这个表面上能说会道的主持人，但其实他的能说会道其实是能言善辩而已。有了孩子，我们基本上都不会说让你们分手，但我建议你们真的应该好好的开一个家庭会议，让他的母亲父亲参与进来，你们必须得有直接面对面的交流。只要你跟婆婆和公公正面直接交流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其中有多少东西是他起的作用。很多事情为什么原来如此，那个时候你再做出自己的判断。我希望我说的是不对的，如果我说的是不对的，你们还可以积极的去沟通，将来还可以努力的去生活。但如果我万一不幸严重是这种情况，那么这种男人就不值得托付，宁愿离婚带着孩子也不要跟他过，好吗？就这样。谢谢老师。方红糖真情60秒。我觉得刚刚听各位老师描述了这么多过后，的确更多的问题是在于你身上的。我希望今后你可以就是很认真的对待我们这个家庭。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老师，包括几位评委老师所说的一样，我觉得可能有些我的观念是真的错了，但是我不一定完全现在能认识得到，但是我也会好好的以后去跟你们沟通，然后不仅仅只是从我所说的房子车子上面来，更重要的应该是关心关爱，真正把这个家庭经营成一个有爱的家庭。哎，时间到，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2位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来，算了，你别说了吧。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做，我想今天这个现场，你妻子是一个态度，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你真的想娶她，真的想跟她过日子，那请你回家做你该做的事儿，好吗？谢谢你，齐辉。